6月3号，路透社爆料，印度最大的汽车公司塔塔集团居然找上咱们的奇瑞了，说是要从奇瑞这儿引进整车制造平台的授权，准备在2027年推出他们的高端电动车。这消息一出，好家伙啊，国内的互联网直接炸开了锅呀！两拨人吵得不可开交，一拨人呢是拍手叫好，哎呀，这叫风水轮流转呀！当年咱们用市场换技术给洋人交了多少智商税，受了多少窝囊气啊！现在终于轮到三哥低三下四的求咱们的技术了，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站起来的里程碑啊！另外一拨人呢，急得直拍大腿。大哥，你们清醒一点啊！三哥那叫什么营商环境？那是大名鼎鼎的外企坟场啊！光伏手机行业被印度关门打狗、杀猪拔毛的惨，血钱没干呢。你们这是记吃不记打呀！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行业，三哥这次又能憋出什么坏水？奇瑞这一步到底是去割韭菜，还是去当接盘侠？今天咱们就把这背后的弯弯绕绕扒个底儿掉啊！咱们先来说说塔塔集团为啥放着全世界那么多的车企不找，非得死乞白赖的跑来抱奇瑞的大腿啊？你以为是因为塔塔有情怀，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制造？别闹了，各位，那是因为他们被逼到墙角了，实在没招了呀！大伙都知道，塔塔手里面捏着个高端品牌捷豹路虎。本来呢，塔塔想用捷豹路虎的 EMA 电动化架构来造自己的高端电动车，连 PPT 都做好了，原定是2025年就要量产上市。结果呢，去年捷豹路虎直接给老东家甩了一纸通知，这活我不干了。为啥呀？捷豹路虎的工程师跑去印度本土考察了一圈，估计当场就崩溃了呀。印度那所谓的高端供应链简直没眼看，螺丝拧不紧，凭空跟闹着玩似的，采购成本根本就摊不下来。大白话就是，儿子嫌弃亲爹家里的路太破，自己的豪车开不进去。你说这让塔塔这老脸往哪儿搁呀？要多扎心有多扎心。那塔塔自己搞研发不行吗？大哥，搞一个全新的汽车专属平台，那可是烧钱又烧命的活啊！起码得5到7年的时间，砸进去几十亿美元，等着车造出来啊，黄花菜都凉了。你看看现在的印度电动车市场，2025年乘用车零售量大概是17.68万辆，同比增长了77%。塔塔虽然现在靠卖着那种几万块钱的老头乐级别的经济代步车，还勉强占着第一的位置。但是后面的追兵太猛了，名爵暴增了130%，马恒达暴增了360%，这帮人跟疯了一样在后面追啊！塔塔手里面全是低端货，高端线一片空白，眼看着龙头的位子就要保不住了，高管们估计在办公室里急得头发都薅秃了。这个时候，塔塔转头一看，眼睛亮了，奇瑞这平台技术成熟的一塌糊涂，只要接过来18个月就能量产落地。更要命的是成本比欧洲那些老爷车企的平台整整低了30%到40%，这简直就是为了塔塔量身定制的救命稻草啊！于是塔塔厚着脸皮凑上来了，官方声明里说的可好听了，我们要用奇瑞的平台，在我们刚建好的南方工厂造车，初期先从中国进口散件组装，后面再慢慢推出新车型。但是狐狸尾巴总有露出来的时候啊！塔塔负责电气化计划的副总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吐露出来了。他说，与奇瑞的协议是过渡措施，我们的长远目标仍然是开发自有平台。哎呦喂，各位听听，这叫什么话啊？这意思不就是奇瑞呀，我现在是借你的技术先占住个坑，等我自己把你这套东西学会了，等我翅膀硬了，我一脚就把你踹回老家。面对这么个明目张胆要白嫖的主，奇瑞傻吗？我告诉你们奇瑞不仅不傻，而且精明的让人想拍案叫绝。奇瑞可不是第一天出海的愣头青啊，人家在国际市场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面对塔塔的糖衣炮弹，奇瑞给出的应对方案，那简直就像是一把外科手术刀，把印度那种随时随地翻脸不认人的政策风险掐得死死的。咱们来看看奇瑞是怎么破局的。第一，只给技术授权，绝对不投厂。在印度建厂那就是个无底洞啊！你看看比亚迪想投10亿美元建厂，被印度政府直接按在地上摩擦。
还有长城的建厂计划被迫无限期搁置，上汽更是硬生生被逼着交出了35%的股权。奇瑞这回学乖了呀，我不去你那儿当冤大头，厂房我不建，设备我不买，股份我也不投，我纯纯就是个卖图纸卖授权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像是你去五金店买东西啊，你交钱我拿货，咱俩两清。你印度政府再牛，你总不能跨国来封我设在安徽芜湖的生产线吧？第二，先款后货，想玩拖欠尾款门儿都没有。印度的传统异能是什么呀？先给你交点定金，等你把设备运过去，厂房建起来了，他开始各种找茬。哎呀，你这个质量不行啊！哎呀，你这环保不达标啊！然后赖着尾款不给，硬生生把你给耗死。奇瑞直接采取知识产权授权模式，塔塔，你要用我的平台是吧？先拿几个亿美元的预付授权费砸过来，然后你每卖一台车还得给我抽专利分成。前期造车全部采用 CKD 模式，啥意思呢？就是我在国内把这个汽车的底盘零件全都给你造好，装在集装箱里海运过去。你在印度呢就负责拧个螺丝，我不压资金，不投重资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全款不到账，集装箱都不给你上传。你想赖账，那你连一颗螺丝就是见不着。还有第三最绝的杀手锏，绝不给灵魂。硬件平台交给你造没问题，但是汽车的智能座舱系统、3电控制的核心算法，还有随时能升级的 OTA 权限，奇瑞大概率会死死的攥在自己手里。这就好比我给你造了一个施瓦辛格那么壮的身体，但是这具身体的大脑得连着我奇瑞在中国的服务器。你塔塔就是个干苦力的躯壳，核心控制权全在我这儿。你想逆向仿制，你想学会了踹开我，没门儿！代码全加密，底层逻辑你不懂，你仿制出来的就是一堆不会动的废铁。而且大家别忘了今年的7月1号起，咱们国家的技术转让新规正式施行了，敏感技术出境必须严格审批。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就算奇瑞给塔塔签了协议，最后到底能给印度多少核心代码，那是咱们国家有关部门说了算的。印度想偷走咱们的命根子，下辈子吧。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哇，奇瑞这套连招太帅了，这边稳赢了。各位别高兴的太早啊，咱们现在要往下看，看看奇瑞脚下走的这根钢丝底下究竟是怎样一个深不见底的鳄鱼池。印度这个市场对中国资本的态度总结起来吧，就6个字儿：要技术不要人。他们天天嚷嚷着印度制造，但骨子里玩的是大扫荡。2026年的3月，印度装模作样的放宽了点投资限制，说是欢迎外资。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底线控股权必须在印度人手里，这逻辑太流氓了。你带着真金白银来，带着先进技术来，手把手的把我们的工人教会，等我们全学会了，对不起，按照印度法律，你涉嫌垄断，你涉嫌逃税，你涉嫌左脚先踏进工厂大门。总之，钱留下，技术留下，你滚蛋。在这个魔幻的国度里，倒下的国际巨头那名单长的一口气都念不完。咱们的小米老老实实在那卖手机，硬生生被冻结了48亿人民币。OPPO 被指控逃税 ，vivo 的高管直接被抓呀。更离谱的是，印度修改了竞争法，以前罚款呢是按你在印度赚多少钱来罚，现在好了，他按你的全球营业额来罚呀。好家伙你在美国在欧洲辛辛苦苦赚的钱，他印度都能顺藤摸瓜的找个理由罚你一笔。这已经不是抢劫了这简直是明抢啊！你看特斯拉之前天天喊着要进军印度，老马还去见过莫迪老仙儿，结果呢，老马精的跟猴一样，派团队去调研了一圈，一听说要强制转移技术，要受制于印度那帮大爷，吓得连夜扛上火车跑了，直接宣布搁置印度计划。连马斯克这种狂人都不敢碰到绞肉机，奇瑞现在站在岸上往里跳，你说说这一步有多凶险啊！连塔塔自家的捷豹路虎都嫌弃印度的配套拉垮，不肯把技术放在印度生产。自己家的亲儿子都防着亲爹，你一个外来的和尚还真以为能舒舒服服的念好经？既然这么危险，既然明知道对面是个随时会翻脸的泼皮无赖，奇瑞为什么还要去接这个单子呀？奇瑞高管的脑子进水了吗？
绝对没有啊！如果咱们只算计这单生意的几亿美元，那奇瑞确实不该去，风险太高了，搞不好惹一身骚呢。但是如果咱们把格局打开，跳出这单生意，站在中国汽车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战略高度来看这件事的意义就彻底变了。中国汽车现在要想真正的称霸全球，靠什么呀？光靠把国内造好的车一艘艘运出去卖不够，那只能赚点辛苦钱。你回想一下，当年的日系车、韩系车是怎么横扫全球的？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丰田、本田这些车他们输出的是一整套日系标准。当全世界的修车厂都在用日系的零件，当全世界的工程师都在学习日系的生产流程，那日本汽车的霸主地位才算真正稳固。今天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的最顶峰，我们凭什么不能让全世界来适应我们的标准啊？奇瑞这一次如果能把塔塔这单买卖做成，它的意义远大于赚点授权费。它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汽车的技术平台，中国汽车的供应链体系就是未来的世界标准。连印度这种一心想要搞自己独立体系，天天想要坑人的刺儿头，最后都不得不乖乖的低下头，掏真金白银来买中国企业的平台授权。那其他国家呢？欧美那些转型缓慢的老牌车企呢？是不是也会排着队来买我们的底层架构？奇瑞给我们演示的是锁门之后开一扇带有防盗网的窗户，你可以看，你可以买，但你拿不走我的核心。这两套连招打下来，才是一本真正成熟的中国技术出海攻防手册。外媒说的很直白中国汽车虽然目前基本上被挡在印度的大门之外，但是中国技术正在悄悄地成为印度本土车企保命的关键。对于奇瑞来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悬崖边上的豪赌。赢了，这套轻资产重授权的模式将会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教科书。不仅是赚到了钱还输出了标准。输了，或者印度政府中途掀桌子耍赖，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咱们永远不能低估三哥在耍流氓这方面的底线电池的门咱们已经死死锁上了，而汽车平台的这扇窗，奇瑞今天大胆的推开了一条缝儿。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